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后羿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做一个就是龙的眼睛来做成的一个饰品啊。那我打算把这个呢变成吊坠啊，因为刚好2024年呢就是龙年，那我们就来开始。我们先从一个圆盘开始哦。那这个圆盘是我刚刚呢已经先给它导进来的。那么我们再来要首先放的是一个眼珠，那这个眼珠因为我们这个圆盘不用太厚，所以我们给它一个圆形，好，然后切半，不需要说那么的厚。那我们来 import 或者是 append 一下都可以。好，那我们从这个 sphere 圆形来开始，我们把它缩小。我们先目测就好了哦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眼睛呢，但这个整体并不会是太大。那我们稍微压扁一下，扁啊，再一次，好，往下，好。那背后的部分呢，我们等一下整体的切掉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往下沉一点。OK， 这个就是我们眼珠整体的位置。好，那因为呢，我们到时候背面的这个地方是可以整体的给它切薄一点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背后可以先不理它。那我们就来开始啊。我们看一下它这个眼皮。依照这个眼皮来讲呢，它的眼睛其实是杏仁状的啊，它是杏仁状的。然后再来就是它的下眼袋的地方呢，它是会一种，然后呢再来它会在第二圈。那这个地方通常就是会有这一种鳞片。然后再来上眼皮的这个地方，它会比较接近类似那个眉骨的感觉，不过有的时候呢，这边可能会在第二层的眼皮，那这边会大一点的这一种颗粒。我们可以从这个上面这边看得出来，都是类似的结构哦。那有的时候呢，这个上眼皮我们可以选择就是比较大片的这种鳞片。那共通的这个感觉就是说，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说，它的下眼皮，也就是眼袋的这个地方，都是比较接近呢，是皮肤的感觉不会是鳞片出现不过这个地方，这个眼睑的这个地方呢，它可能就是会有鳞片，就是会比较折的鳞片，眼皮那一种感觉。好，我来到这里，刚开始的大型我们都习惯用 Dynamesh， 然后我们开启 Dynamesh， 看一下哦。好，没问题。Dynamesh 记得打开。好，那我们先把对称关掉，我们就来针对它的眼皮来做操作。那眼珠可以再大一点让它就是大一点之后，让我们的眼皮可以盖住它，那缩小一点。好，那我们笔刷可以开大一些，不然我会透过去。好，再一次，到时候再切掉就好了。好，我们用 Calabi 2这个笔刷会比较方便一些。现在是画大型的阶段所以说可以大刀阔斧一点。好，下眼皮。可以再小一些些因为这样子太大的时候，我的范围可能就只有这一圈，没办法到眉骨了。
所以再小一点。我还是希望能够有美股的这个出现所以太高的地方，你可以用 Flatten 笔刷推回去。这地方多一点它会有2层。随时 Dynamic 关掉再打开，让它凶一点。所以说，我们让它比较加强一点性能状的这一个感觉。好，随时从侧边稍微看一下整体的效果，不要过头了。好，那我们再来呢，就是更详细的稍微划分一下不够蓬的地方，我们可以用 Slender 笔刷，强度调弱一点，然后呢去调整我们的这个蓬度。当我们这个 Slender 笔刷的这个强度调弱的时候呢，它是可以整体的高低起伏是会比较方便调整的包括下凹都很方便。也可以用木耳笔刷来稍微调整一下我们的轮廓，让它更好像比较凶一点。好，看一下侧边。Flatten 稍微整理一下。这个整体来了之后，我们开始区分上眼皮、下眼皮，这个眼袋跟我们周边骨头的这个区别就是上眼皮跟眉骨，下眼皮、眼袋和这个算是颧骨这边呢应该已经接近了这个鼻骨的位置了。我们去区别这一个那我们这边先稍微往下凹一点，我们就一部分一部分的这样子去区别开来不用急。我打算取用这个，因为我觉得这个蛮好看的所以我给它划分开来。这个地方呢，给它强调一点，因为我们刚刚已经大致的这个弧度都已经取出来了，所以说呢，现在要来划分会比较简单一些。好，下面差不多了，换上面这个呢，眼角的地方我打算让它明确一点那不要那么不清不楚。然后呢，再来是上面这个地方，我的划分可以清晰一点，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，先打凹一点，然后我们可以开启 Dense Blender 这个笔刷，这个轮廓线呢，多强调一点好，这一个线出来了。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再去强调一下这一个的起伏，这边更凸一些，一凹一凸的这个差别之下，那么我们的这一个表现差异性就会更明确好，我们看一下整体的感觉有没有跑掉？那这个雕刻其实我们可以开启透视透视开启之后呢，我们会更加的明确我们透视之后真实的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。那描图的时候呢，就真的不要开了会不准确。
但现在不是描图了，现在是在整体细节的大型啊，细节之前的大型在雕刻。基本上我们如果没有要变动作的话，那你的电脑又够好的时候，其实有人说要做拓扑就让你的这个重新布面，那我是比较不会了，因为没这个必要，刻完就结束了除非是我要贴纹路要贴纹路就真的要拓扑了，这个没办法这个以后会讲。好，那这个呢，我希望棱线不要那么清楚这个呢，就是我们大概整体的造型会是如此那用简单又快速的这个步骤呢，我们就可以达到我们要的这个造型。OK， 这个步骤是蛮快的好，整理好了。OK。